推诚保德安邦，治理中正功臣，左右金吾卫上将军、镇军大将军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领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兼杭州、岳州大都督、上柱国、太尉、吴越国王。臣钱弘处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前往平身。谢陛下。赐前王座。诺。谢陛下。今世一别10年了。陛下请柬了。10年前，九郎犹如义气少年，如今坐断东南，颇有些孙仲谋的模样。沐猴而冠罢了。臣是个懒散人，许多事其实做不来，奈何心前啊！南唐使臣想觐见请和，前王认为如何？兵者，凶器也。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南唐33军州，吴越100万军民，皆陛下斥资。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。臣说的是实情啊。哦，朕今天就看在你前王的面子上，见他一见。陛下有诏，宣南唐使臣觐见。夏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。朕读春秋，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。罪臣万死。罪臣待我主启陛下，息雷霆之怒，休割止战，以全民生。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，奉圣朝之望朔，岁修共事，以恕罪愆。怕不是有些晚了。臣闻唐尧有德，其人如天，痛百姓之离罪，有众生之不遂。虞舜有义，其术如泽，奉古木之副叟，养警觉之地象。陛下圣德巍巍，宽怀荡荡，以仁义治天下，何在乎早晚？你是李从家？正是下臣。你的书读偏了。这不是私仇，这是公罪。朝廷并无穷仇问谏之心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。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。不要说朕不是3代圣君，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，尔家也难免四兄之放。前王，你以为呢？去尊号，通商路，修贡事。江南之地，陛下或可许他家1、2世恩荣。
听明白了吗？罪臣听明白了。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。我主聪睿，必不失陛下所望。元朗兄，夜色不早了，大王早些歇息吧。元朗兄，有话但说无妨，小弟在此洗耳恭听。下官位卑言轻，不敢以下犯上。元朗兄是在怪我，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，以全金瓯。大王可知，朝廷为了这一战，准备了多少年？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？大王乃是东南之主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国之重臣，一言可兴邦，一言可灭国。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，由不得陛下不从。只是可惜了，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，励精图治，夙夜忧心。他把心血熬干了，才换来了今日这场轩赫大胜。没想到，大王今天几句话，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，10余万的兵马，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、割据一方的本钱。这些事，陛下不懂吗？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？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？各营将士，战没者几何？伤病者几何？离家一载，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？元朗兄是做将军的，这些事儿，难道不知吗？朝廷大军乏粮，可吴越有粮；朝廷大军久战疲惫，可吴越有兵。南唐能不能灭，李家能不能降，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，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。不干九郎的事。陛下将尊号为国主，这一条已经议定。至于通商路这一条，可于舒州、河州、扬州分设阙场，以通事宜。许南粮北役，眼下也不算为难。只有修贡事这一条，为了支应这场战事，朝廷已掏空了家底。再要补齐贡书，户部左藏这一边，实在是拿不出来了。勉力为之吧，先把今年这1年支应过去再说。不是1年。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，是从广顺元年至今，总计6年所积欠的贡书，要朝廷依次缴清。什么？这岂有此理吧？这怎么？6年，120万银绢，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，10年之内，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。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，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，书县纳捐，再免去诸军3年的犒赏，勉强可以凑得起来。你这是昏了头了！你当朝廷是什么？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，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。家父吧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怎么，诸军
还有更好的法子吗？朕要减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，淮南新定也要减免3年的钱粮。也就是说，这3年之内，朝廷只能靠着贡书、商事以及关中、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。不是不想再打，实在是打不动了。仗要是再打上1年，灭国破都，或许不难。可是中原复兴之地，又要生出几十万的流民来，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！人活着，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；人活着，才能继续缴纳税赋；人活着，才能够生儿育女，滋养人丁。朕为天子，既求山河之一统，也要顾及百姓之民生。这样的朝廷，才称得上是正数。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，记下些钱粮银券，金穗贡书，可以翻倍。朕收了。其实百姓或许艰难，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，可是在中原，却是行不通的。中原周郡打了几十年，主权中立天下，五朝轮替，你也来，他也来，其他人也来。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，这些年过去，家底子也都掏空了，能留存血脉，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快100年了，中原没有世家了。完事之后，朕要丈量全国田土，要接着削藩，接着裁兵，要将30%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，授予百姓，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，去伺候土地，去蓄养牲畜，去种桑树，去种果树，去种菜蔬。3年之内，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。指着太平年景4字，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。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，只是如此，朕还当不得。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皇妃寄书，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确有此事。国中夫子们都说，家翁虽读书少，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，不似我这鱼肠子般粗鄙市侩。望天下烽火平息，望世人安居乐业。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九郎，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要安梨树，要养生息，要治太平。九郎珍重，在陌上花开之时，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。臣钱弘处奉诏。